本期话题：如何修炼职场友谊？切忌和同事做朋友。这大概是我们听到过最多的职场箴言。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经历，在职场上所信非人，结果被所谓的职场好友背后捅刀子，或者一不小心呢就掉进了朋友挖的坑里。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渴望友谊呢是人类的天性。然而职场却是一个讲究利益和竞争的地方，人们之间的友谊并不容易维持。比如有些人可能表面上与你特别亲近，但背地里呢却不知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在接近你。有些人可能跟你十分要好，但没过多久呢他就跳槽离职了，你们从此分道扬镳，成为陌路人。凡此种种让你不得不感慨，要想在职场上结交好友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其实呢，我们与同事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呢，几乎得占据一天的1/3，可能都超过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朝夕相处这难免就会产生友情。然而职场如战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就令你稍不注意就会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在职场上交朋友呢，大家都会变得小心翼翼。那为什么职场友情会不堪一击呢？职场上能否交到真心朋友呢？我们又该如何修炼职场友谊呢？今天跟大伙儿说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得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职场友谊比较脆弱，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面对职场友谊的时候呢会特别谨慎小心，如履薄冰。概括起来呢，职场友谊挺脆弱有这么2大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同事之间呢往往存在着利益竞争关系。单纯的友谊呢是一种非利益的关系，不涉及金钱权利。但是当你处在利益交错的职场当中一旦涉及到利益竞争，所谓的友谊感情难免会功利化，朋友关系呢就有可能变质。这种同事好友间因为利益竞争关系而闹翻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你比如说当年战国时候，庞涓和孙膑两个人呢都师从鬼谷子，同门师兄弟。在未出师之前呢，两个人呢私交特别好，可以说亲如兄弟。后来这庞涓呢出师呢到魏国去了，出任魏国的大将跟军师。这魏国国王听说孙膑呢也是一位高手，和庞涓是同门，就托庞涓呢修书一封，把这孙膑呢招来。于是呢庞涓派人把孙膑请来了，两个人一起在魏国共事。这孙膑到了魏国先是做了一个客卿。客卿呢是个虚衔等于是有点名，但是没有权力，比不上风光正盛的庞涓。但是庞涓知道孙膑的才能在自己之上，一想到这个，庞涓深感不安，对孙膑就开始忌惮起来。他为了不让孙膑超过自己呢，庞涓就企图加害孙膑。孙膑本来是齐国人，而齐魏两国是敌对国，于是庞涓呢就决定从这个地方下手。他伪造了一封孙膑堂兄的信件，诱导孙膑回齐国，然后想方设法骗到孙膑的回信，又把孙膑的信件呢经过篡改，然后到魏王那告发孙膑背叛魏国。结果魏王信以为真，大怒之下要处死孙膑。庞涓为了窃取孙膑的兵法著作又当着孙膑的面假意向魏王求情，结果害得孙膑被削去了膝盖骨，成了废人。这孙膑的膑字，月字旁搁一个宾至如归的宾，这个膑字就是什么？就是削去膝盖骨的刑罚，膑刑。当然最后呢，孙膑装疯卖傻才总算逃得性命。所以您看呢，别管之前有多好的交情，一旦涉及到利益，友情也变得不再单纯。职场友谊之所以脆弱呢，正是因为你的职场好友常常会成为你潜在的竞争对手，谁都有可能在无形当中挡住别人的路。而且与你朝夕相处的同事其实掌握了你大部分情况，他非常有可能就利用对你的熟悉你的弱点和你对他的信任，他来背后弄你，最后呢把你弄得什么都不是。那么咱们呢可以现实当中我们会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就我一个亲戚的孩子，他就跟我讲过，他有一个同事兼闺蜜就背叛他了。这我这亲戚的孩子名字叫小慧刚进入职场没几年，年轻气盛呢，也心思比较单纯。毕业之后呢，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和他同时期进公司的一批人里呢，就有他一个同事兼闺蜜，这个女孩叫小安。这个小安跟小慧年龄相仿都是刚刚从学校走入社会，因此一见如故。刚进公司的时候呢，作为两个新人互相扶持，一起进步，也是感觉好极了。
两个人的革命友情越来越深厚，经常一块吃饭、逛街、谈论男朋友，很自然成了无话不说的职场闺蜜。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让这么一对好朋友翻脸了。什么事呢？有一回他们公司老板接了一个新楼盘广告的项目，要求所有策划人员尽快完成文案，进行对比，选择最佳方案。因为这个是大项目，做好了那奖金就不用说了，而且最近呢他们的主管跳槽了，位置还空着，老板就放出风了，这个项目谁做好了，这主管位置就归谁。这样一来，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干得热火朝天，唯恐落在人家后边。小安跟小慧呢也不落后，他们两个人呢都有了几年工作经验，而且平时也要求进步，思维活跃。两个人关系好的这程度，也会经常交流一些业务上想法。那么就在文案推介会的前2天呢，这小慧跟小安在一块吃饭，这小慧很兴奋的跟小安说了很多自己想法。结果到了文案推介会那天，这部门秘书很顺利的轮流播放个人的策划内容和构思。这时候不可思议一幕发生了，大屏幕上小安跟小慧制作的整体的策划文案的 PPT 构思跟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老板一看气坏了，大发雷霆。这小安跟小慧两个人涨红了脸呢，多难堪呢。小慧是有苦说不出，她心里最清楚自己辛辛苦苦准备的文案呢被好朋友小安给抄袭了。但是她并没有向老板说什么，因为你没有任何证据，越描越黑，她只能哑巴吃黄连。结果最后两个人呢谁也没有升职，都在公司受到一定影响，两个人的友情因为这个就彻底掰了，几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这件事呢给我这个亲戚的孩子小慧伤害很大。从那以后呢，小慧觉得越干越没意思，最后选择在这公司跳槽了。你看在职场中女生往往喜欢找那么几个闺蜜，一起上班，一起吃饭，一起讲究领导，一起点评同事，所以他们之间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就是友情。其实我告诉大家，这闺蜜之间友情是极不可靠的。两个人共同讨厌一个人就成闺蜜了，要一旦共同喜欢一个人，那完蛋了。所以这现实特别残酷，而你们之间呢不能避免的会面对利益冲突，注定让这份友情不能单纯。所以呢，在你对对方不设防的时候，对方可能早就有心把你的信任当作攻击你的武器。就咱们刚才说小慧跟小安的故事就这么回事。我呢不否认存在职场友情的可能性，但大多数时候这可能是你的一厢情愿的误判。你所谓的友情在对方那儿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有分量，因此呢，看起来可以两肋插刀的同事友谊，为了利益很有可能变成背后捅刀。所以这我说的第一个，职场之间的利益导致你这友情很脆弱。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同事跟你共处一个圈子，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人，倘若你对职场好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一圈人对你的看法。尤其是刚入职的新人对单位情况不了解，一句话说错就会无形间把自己的弱点呢暴露在那些圈子固定的同事群里面。所以对于职场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好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你把一个同事当好友，结果他就把你的秘密公之于众。你看有这么一个事儿，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说这个人呢写了个帖子，写他自己的事儿，作者人叫小佳，他刚刚的跳槽进一个新公司，虽然毕业有几年了，但是他个性非常实诚，对人对事毫无保留。小佳刚入职时就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同事小平同岁，而且两个人呢同样都是从家乡小城市小地方来到大城市打拼的，所以诸多的共同点令他俩自然而然走到一块，成了特别好的朋友。然而工作不久呢，小佳就开始怀疑说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原因呢，他在这个所在公司的直属上级很容易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哪天他心情不好，这小佳就会遭殃倒霉，本来完成的很好工作也会被批得体无完肤。这么几次下来呢，这小佳就觉得心力交瘁，有种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感。于是他给自己上司取了个代号叫女魔头。这小平呢看小佳呢整天愁眉苦脸的，也会来关心一下好朋友的情况。小佳在这座城市呢本来朋友就不多，见小平这么热心，便告诉小平他实在忍受不了女魔头反复无常的脾气，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小平就安慰他。这个安慰过程当中呢，这小佳就等于是找着自己人一样，就把对这个女魔头的种种意见呢，反正也是有点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番。万万没想到的是，不出几天，办公室的人居然都知道小佳对他的直属上级有意见，更被呢大老板知道呢，把他找来谈话，
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如果有就当面说出来，别在背后议论。这小佳是个聪明人，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小平走漏了风声，导致自己的事情人尽皆知，而且影响了他在同事和领导面前形象。小佳纠结几天呢，忍不住去找小平，没想到小平倒是很痛快，一口气全部承认了，说我是有一天我跟其他同事吃午饭的时候不小心说出来了，大家都是同事嘛，说又没事，而且有的也确实他们当中也有对你那个上级有意见。这小佳不知道小平到底是有意还是无心，但是这件事呢，让本来就状态不佳的这个小佳呢更觉得难受。后来呢，他这女魔头上司呢说不想要团队里有充满负能量的人，把小佳呢调到别的部门工作了。调岗之后呢，其他部门的同事呢也听说小佳在之前呢得罪了领导，同事就觉得这小佳呀背后呢喜欢议论别人，万一跟他走得太近呢，小佳没准也会背后吐槽他们，所以同事都有点防着小佳。渐渐的这小佳呢被其他同事给孤立了。后来呢，小佳选择离职。就这样呢，相信职场有情的小佳不仅失去了友情，还失去了工作。所以说同事之间呢共处同一个圈子，牵扯到的利害关系太多，彼此呢也没有很深的感情基础。你把同事当好朋友，倾心相告，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不利，甚至为此犯下职场大忌。把同事完全当成闺蜜，生活中工作中所有事毫无保留，把最情绪化的一面展示出来，这是极为不合适的。那么咱们再从头说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掌握职场友情的平衡点呢？因为你不可能在单位跟同事之间一个朋友都不交，那刚才说到又共同的利益啊，又共同的圈子呀，那怎么能够掌握这个平衡点呢？所以咱下边就给大伙说说这个职场友情的平衡术啊，怎么处理这种职场友谊。坦白的说呢，如果一个人在职场当中无法收获友谊，那就意味着没有得到别人认可，对别人毫无价值。没有友谊呢，也意味着人际关系不到位。在工作中啊，办事儿会四处碰壁，处处不顺心。也许有人说呢，职场不需要友谊，大家拿钱办事，各司其职罢了。如果真是仅仅这样，那咱跟机器人就没区别了。所以我认为啊，职场上的友谊尽管无法做到闺蜜那种无话不说，但至少也可以跟同事保持一个友好关系。只要对职场友谊有清晰认识，你学会一些技巧，完全可以在职场和友谊当中找到平衡点。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说几个平衡职场友情的这种技巧。首先第一点呢，切忌交浅言深，距离产生美。就你交情挺浅，你话说的挺深，这不行。两个人之间一定要有距离。职场交朋友呢，一定不能够太亲密，尤其是呢，你与对方还隔着一层同事关系的时候，交往就应该更注意尺度，保持一定距离。特别忌讳无话不谈，交浅言深，不要让同事过多的介入到你生活中。同理呢，你也别过多的介入到同事的生活，保持清晰的界限，安分守己是上策。毕竟呢，大家来职场呢，第一要义是做事，然后才是交朋友。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有个这个孩子叫小迪，在职场多年，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对职场友谊的态度是距离产生美，就算交朋友，职场上的友谊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工作上的事情呢尽量帮忙解答，但也不会刻意去经营一段友谊。这个小迪呢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有一次呢他们事务所呢新入职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叫小玲，哎呀确实很伶俐，从来公司第一天开始呢就对小迪特别热情，一口一个姐叫着。这小玲也加了小迪的微信呢，这 QQ 啊，而看到呢他在线的时候呢就跟小迪搭话，无非是问一些业务上问题，当然也还有一些有关律师事务所一些八卦。小迪说呢，说小玲啊很喜欢夸人，尤其是夸她的发型啊、衣服啊、长相啊。你知道女人呐对这类赞美是最受用的。而且小玲有时候会很关心说，姐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姐公司后边有一家新开的饭店，哪天咱俩一块去吃去。慢慢的他就觉得呀，这小玲不错，可以做朋友。但是呢，就在小迪准备对小玲抛出有朋友的橄榄枝的时候，小迪发现不对劲儿，因为他发现呢，小玲也许是为了拉近关系，会私下跟他讲一些其他同事的事情，甚至是其他同事的秘密。之后呢，小迪观察一下，发现小玲不只对他一个人亲近，而是对事务所里所有同事都这么热情，也经常和很多别的同事在那窃窃私语，不知道说什么。小迪就觉得职场友谊本来就扑朔迷离，何况小玲这种光撒网型的。
万一说了什么不该说的，难保不会传到别人耳朵去。职场大忌就是跟同事过于亲密，所以小迪一直谨言慎行，默默做好自己的事，避免牵扯到公司里其他是是非非。所以从这以后呢，小迪开始注意对小玲保持距离。小迪就说，他问我什么工作上问题，我尽量详细解答，但其他事情我就不会多说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小玲过来跟他说其他同事的八卦，什么可能这个跟哪个主管呢有暧昧啊，什么这个外边可能是又交了个新男朋友等等，这时候小迪不会表态，听听就过去了，也不会跟别人再提这事。所以后来呢，这个小玲在他们律师事务所干了2年。一开始有一位女同事跟小玲关系特别好，俩人呢黏在一起都整天发腻。最后呢，小玲跟那女同事因为工作上的事闹翻了，一方把另一方客户给抢了，那位女同事一气之下直接走人了。而小迪呢，虽说与小玲之间不那么热乎，但始终保持一份淡淡的友好态度，工作起来非常顺畅，配合度和完成度也很高。但是除此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交情，小迪对这种关系很满意。他这个故事我想到了一个关于刺猬的比喻，就非常形象地描述职场当中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就冬眠的时候呢，两只刺猬会因为寒冷而拥在一起取暖，但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儿，离得太近了就扎得慌，就离得远了。离得远又太冷，还又愿意往跟前凑合，几经折腾呢，最终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我想同事之间的友情就应该像两个刺猬一样，得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合适的距离。我们要明白呢，在职场当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有一定的这个自我空间，会让友谊呢更长久。良性的职场友谊讲求的是呢交往分寸感的把握，过分的熟或者过分疏远都不合适。能够让对方感到舒适，同时有安全感的距离，才是职场友情的最佳距离。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点，忌讳交浅言深，距离产生美。第二个呢，你得敢于对朋友说不，不能让友情左右原则性利益。职场上的朋友呢，常常可以在一起分享信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在获取和利用他人资源上，就可以为自己和朋友创造有利条件。但正因为是职场朋友，所以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绝不能做违背公司价值观及利益的事。在职场上呢，很多人过于依赖职场朋友，觉得咱俩利益共享，你不能拒绝我。还有些人呢，面对关系没那么好的同事提出的要求，可以果断拒绝，却没办法对自己的职场朋友说不。这种把朋友的相处模式搬到工作中，这纯属于职场大忌，因为这样会模糊分工以及决策权的界限。所以你记住一个准则，在工作当中不能让友情左右原则性利益。你看那个电影《中国合伙人》里边就有这么个情节，就邓超饰演的孟小俊一开始他比黄晓明饰演的程东青优秀，前者是优秀海归，后者是土鳖。后来呢，两个人合伙开了新梦想学校，孟小俊一年向程东青提了30个计划书，而程东青对孟小俊永远只说一个字 yes， 就不会说不。程东青一开始几乎不知道怎么跟孟小俊说不，因为他们不仅是同事合伙人，还是很好的同学朋友。后来呢，孟小俊不断督促程东青启动上市计划，程东青迟疑了。孟小俊认为程东青过于保守，目光短浅，没有看到上市的巨大潜力，而程东青觉得时机未到。出于公司今后发展长远考虑，几经挣扎之后，作为一把手，作为校长身份的程东青坚持自己判断，终于摆脱了对孟小俊百依百顺的这种朋友关系。在是否上市这关键问题上，程东青毅然对孟小俊说了不。那生活当中呢，朋友间需要做决策的事情往往都是生活琐事，没有什么原则性大问题。但是不能把这种模式你搁到职场当中，因为长此以往，被迁就的一方可能就看不清自己位置，而不会拒绝另一方。因为迁就朋友导致自身利益受损，最后就变成买卖不成人也不在。因为有个公司就有这么件事，他准备进购一批大量的大批的橘子，这食品公司的业务经理就把这个决定公布之后呢，他有一个同事跟他关系很好，就找过来跟他说我亲戚手里正好有一批橘子，希望你能够跟我亲戚做这笔生意。当时这个主管呢没有一口答应，他说先考察一下再说。一考察发现呢，他这个朋友的亲戚的橘子跟公司认购标准和规定不符合。而他这同事又向他求情，向这主管求情，说虽然他橘子有点问题，但部分情况影响不大，要能合作价钱低点也行，你看在咱们俩多年朋友份上，你把这批橘子买下吧。最后这主管呢跟他同事好好谈了一次，说虽然咱们俩关系很好，但是呢感情归感情，工作归工作，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马虎。
你要因为咱俩关系，你说把这批橘子买了，有可能损害公司利益，对你我发展都不利，希望你能理解。听完之后，他同事也觉得自己考虑不全面，还应该以公司利益为重，因为弄不好这个东西双方都受影响。于是就跟主管说不行就算了，你也别有什么压力啊。你看身在职场啊，在面对左手是职场友情，右手是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应该坚持原则，谦让而不退让，重原则而不徇私情。同时在利益冲突当中呢，要把握好友谊与利益的平衡点。如果因为你站在了原则一边，朋友产生误解，应该及时向朋友做出解释说明，争取他们认同，消除不必要的误会。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个职场友谊平衡术的第二点，要敢于对朋友说不，不能让友情左右原则性的利益。那么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如果利益之争的时候呢，这个友谊受损，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把话挑明。把话挑明，可能你这友谊还能维持住。就职场友谊最难处理的是，当竞争出现的时候，无论职场中两个人关系多好，时间长了都会发生利益冲突。我觉得呢，当你觉得和朋友之间竞争即将发生的时候，最好找个机会开诚布公的坐下来谈谈。我就认识一个做行政工作做了多少年的这么个女孩，她叫于洋，她和她最好的朋友朱婷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关系很好。让人奇怪的是呢，两个人的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多年职场打拼，有共同的竞争目标，没有影响到两个人友情。他俩维护友情的法宝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话挑明。有一回呢，公司决定选派一位员工出国培训，费用全免，公司照发，还可以为职务晋升增加砝码，确实是份美差。那部里人人都想争取这机会。这个于洋呢，资历老，工作卖力，深得领导赏识。一看周边能跟他竞争的只有好朋友朱婷了，因为他俩这个都差不多。这吃饭的时候呢，于洋就直截了当把想法告诉朱婷，说这些年我为公司吃了多少苦，也总该轮到我吧。要是领导大方些，多给个指标，咱俩一块去多好。这朱婷就听出了弦外之音，附和说是啊，也该你去了。然后有点不好意思说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也挑明了，其实我也很想争取这次机会。你看两人意图撞在一块了，但没人觉得心里别扭，反而松过气。为啥？挑明了。这于洋就说部里其他同事争到可能性不大，出国培训指标不是我就是你。朱婷说那这么的，咱俩谁也不欠谁，谁也不用心里顾忌，按照惯例公平竞争。就这么的，两人各自忙碌起来了，申请陈述争取一切就按照程序来。两个人为了避嫌，在一块的时候呢，从来不聊这件事的任何细节。过了几天呢，领导找于洋谈话，表示公司决定把这次出国的机会给他了，让他做准备。于洋高兴马上呢把好朋友朱婷找来，请他吃饭，说这事儿。朱婷确实有些失望，但还是说姐们儿我嫉妒你，但是也为你高兴，不管你去还是我去都值得庆贺。这也说明我不如你，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和提高。你看听着朱婷这番话，于洋心里石头落地了，他们的友谊呢没有因为这次利益之争而受到损害。为什么没损害？选择了事先挑明，双方都是这么处理的，把自己的想法呢向对方公开，以争取对方的理解和支持，也让自己呢可以不再考虑友情的因素，而心无旁骛的去争取职场利益。所以说坦诚是维系职场友谊的核心点。这样的坦诚呢，不但不会让对方觉得受伤，反而会因为这件事带来的疙瘩会很快就消散。但是坦诚不是单方面，而是双方的。如果双方都拉不下脸面，或者其中一方不坦诚，那就成了各怀心腹事，互相猜忌，甚至为了利益呢不惜伤害友谊，犯下职场背叛的大忌，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职场友谊的话题。在职场当中呢，因为存在利益竞争关系，就会导致职场友谊变得比较功利。要想找到职场友谊与利益的平衡点，你要记住3个方面。我们总结一下：第一，职场交友距离产生美，千万不要什么都说。第二呢，对于职场朋友要敢于说不，不要让友情左右原则性利益。最后面对利益之争的时候，双方不妨把话挑明，反而会让友谊避免受损。大家都说这职场如战场，咱们也确实在职场上像打仗一样，但是呢，把握好职场利益和友谊的平衡点，会让我们赢得一群战友，而不是一群敌人。我们最终目的呢，是联合战友共同胜利，而不是自相残杀。本期话题，内疚可以是正能量。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孙悟空打妖怪从来都毫不留情，但是原著只有一处让孙悟空生出了内疚之心，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什么呢？就是在路过狮驼岭的时候，
孙悟空看见一个巡山的小妖，自己呢就变成一个和他一样的老妖。这小妖叫小钻风，孙悟空就自称总钻风，和他套话。这小钻风蠢萌蠢萌的，孙悟空忽悠他几句他就什么都说了，说我们这狮驼岭有3个大王，青狮精、白象精和金翅大鹏鸟。听说东土大唐来个取经的和尚，吃他一块肉呢就能长生不老。这小钻风正说得起劲呢，孙悟空越听越来气，还要吃我师傅，手起棒落，把这小钻风给打成肉饼了。事后孙悟空一琢磨非常内疚。原著里怎么写的呢？说孙悟空不忍道，咦，他却是个善意，把些家常话都与我说了，我怎样却一下子结果了他呢？就孙悟空一琢磨，你说人家是好意，还跟我说些秘密，你说我怎么这没沉住气，一棒子人弄死了？你看生活当中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经历，因为各种原因做错了事，或有意无意的伤害了别人，内心感到内疚不已。这种内疚感让人特别不舒服难受。但是我跟各位说，心理学上内疚是个人认为做了违背道德的事后产生良心上的反省。内疚呢，别看是负面情绪，它却是一种有用的负面情绪，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正能量。为什么内疚可以是正能量呢？首先呢，内疚会促使人做出补偿和反省。你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因为做了一首诗害死一个人，为此呢他内疚不已。白居易害死这个人呢，名叫关盼盼，是唐代的一代名妓，不仅人长得漂亮，身材婀娜，而且能歌善舞，精通管弦，还能吟诗作赋，非常有才华。后来嫁给了徐州首帅张殷，虽然是妻妾妾，就他属于是伺候张殷的，属于妾，但是呢张殷对他特别宠爱，特意在府中为他建了一座小楼。这小楼飞檐挑角，这形状像飞燕一样，而且年年春天南来的燕子呢基本上都在这楼上垒窝，所以这个住宅名叫燕子楼。白居易呢，因为父亲早年在徐州当地方官，所以他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度过的，徐州也算他半个故乡。有一回呢，白居易登门拜访张殷，两个人在燕子楼上饮酒的时候，张殷就让关盼盼献上一段歌舞，白居易看后是赞不绝口，说真好。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呢，张殷病逝了。唐朝的女性比较开放，她那些个妻妾们呢都各自离去找下家了，唯有关盼盼不忘旧情，对张殷忠贞不已，独守燕子楼，一晃就10年。这10年里，他失去对生活的热情，也不跳舞了，也不吟诗作赋了。这个时候，白居易呢回到徐州，听说张殷故去了，他的妻妾都离开的事就作诗一首。这怎么写呢？叫黄金不惜买蛾眉，剪得如花3两枝。歌舞教成心力健，一朝身去不相随。其实这诗说的什么呢？就说这个张殷给这些女人花了不少钱，当初也挺恩爱。现在呢，这些人他死了之后呢，他妻妾呢如鸟兽散。其实他说的不是关盼盼，因为关盼盼在这燕子楼已经守了10年了。结果关盼盼看了这个诗之后，心里非常难受，说这白居易是不是说我呢？说谁一朝身去不相随呀？咋的意思？我就应该不够忠贞，不能给这个张殷殉葬呗？所以想着想着他心里很难受。打那天之后呢，这关盼盼受点刺激，因为白居易诗名很大呀，这个诗流传很广，这关盼盼就茶不思饭不想，绝食了。你这还有好吗？没过几天香消玉殒，饿死了。白居易知道原委之后内疚不已。你说我这美的我写这么几句诗干嘛？把个美女活生生给饿死了。为此他到处托人多方相助，最终呢把关盼盼的遗体呢安葬到张殷的墓侧，算是他对关盼盼一点补偿，也借以解脱一些自己的内疚之情。当然了，这样的补偿在生命面前呢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这种内疚的情绪呢，却让白居易开始深深反省此事。在他晚年隐居在洛阳香山之后自知道来日不多了，他就让自己的侍妾樊素跟小蛮离开自己了，就你们自个儿找下家去。咱们现代人经常说美女的标准，说这个樱桃口小蛮腰这打哪儿来的呢？就白居易这2个小妾，白居易形容他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小蛮2个人，一个樱桃小嘴，一个杨柳细腰。所以他到晚年呢，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赶紧让这俩小妾各奔前程。他怕自己100年之后这2位妙龄佳人呢重演关盼盼的悲剧。你看这个内疚补偿和反省呢，在一定程度来讲，把樊素和小蛮2人成全了。所以说这内疚呢，它能够让人呢做出补偿和反省，好事。第二个呢，内疚呢，它能修复人际关系。你看今天大热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徐峥演着男主角程勇，也因为内疚做出了补偿反省。程勇最开始呢是个卖印度神油的，
人到中年呢，不得已，生意清淡，房租交不起，老爸有病治不起，媳妇改嫁，连孩子都要被媳妇带出国，离开他。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得到了一个所谓的商机，就是帮白血病人吕受益以及他那些病友到印度去走私格列宁的印度仿制药。做这事儿是犯法的。程勇起初动机很简单，我就赚钱，有了钱就能给老爸治病，有了钱就能拿回儿子抚养权。可等他赚够了钱之后呢，他觉得不应该再以身犯险了，说我就是为了赚钱，现在钱赚到手了，我可以改行了。他这么想无可厚非，可是他这个举动让吕受益走到了人生尽头，没有了廉价药代替，吃不起进口药，病痛折磨之下呢，吕受益自杀了。吕受益的死呢，让程勇非常内疚，他开始反省自己，开始真切地进入到了白血病人的这个群体当中。这一次呢，他不为赚钱，只为这些病人，他以成本价呢，甚至赔钱卖药。之所以会这么做呢，程勇说了，就当是还他们。这就是内疚促使程勇做出了补偿，做出了反省，同时呢，也让他修复了人际关系。之前和他一起卖药的牧师、穷小子黄毛、单亲妈妈，不仅给他带来了友情，给他赢得了尊重，同时也带来了爱情。在影片即将结尾的时候呢，程勇毫无悬念的呢进了监狱。但令人动情的是呢，在他被收押的途中道路两边站满了人，都是得到他帮助过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所以内疚不仅可以使人做出补偿反省，还能够帮助你修复人际关系。第三个呢，易内疚的人呢，他更具备领导潜质。就是内疚的好处不止前面我说这些。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呢，研究组织行为学的2位教授做过一个实验，最终实验表明，容易内疚的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且更具领导潜质。之前我们在说如何学好一个技能，如何做好一份工作的时候呢，通常会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而呢，这2位教授做了一项关于工作满意度和旷工之间的联系这么一个实验。他们调研了美国西南部一家电信公司里边7个不同呼叫中心的大约都有334位客户代表，先以在线调查方式记录了他们对工作的感觉是怎么样，之后呢，又设计了一个测试来评估他们的内疚倾向以及他们的负面情绪。最后呢，结合这些人呢334个人4个月的出勤记录一比较，发现呢，那些内疚程度低的工人，工作满意度与旷工呈负相关。这活我爱干，我就天天出勤；这活我不爱干，我今天就不去了，管他脑袋疼、屁股疼还眉毛疼，编各种理由旷工。相反呢，具有高度内疚倾向的雇员，如果旷工呢，往往与工作满意度无关。不管这活我愿不愿意干，我都会一如既往，我把它干好。如果要请假，那一定是有事，确实来不了了。也就是说呢，即使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容易内疚的人呢，也会来上班。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度呢，这2名教授还调研了从农业到娱乐行业的227名工人，都得到类似结果。就高度内疚倾向的个人，对组织有较高的承诺，对他人持有强烈的责任感。那么这种责任感呢，可以使他人呢把他视作领导者。所以容易内疚的人呢，更适合当领导。那这是我们说容易内疚的正面。那么不内疚的人有时候很可怕，就只有当本人意识到自己应当对错事负责的时候，他才会产生内疚。如果一个人毫无内疚之心，确实可以说明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事了。也就是说呢，内疚虽然是负面情绪，但它有很多正能量。没有这种负面情绪的人呢，他就容易缺失这些正能量。你看，在1956年的6月到7月呢，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沈阳和太原呢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起诉和审判。在审判过程当中呢，大家发现了这45名日本战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侵华战争犯下的罪行没有丝毫内疚之心。他们的理由有3个，一个是颠倒黑白，声称我没参与侵略战争，我这是帮助你中国呢，大东亚共荣圈吗？第二个呢是向上推卸责任，说侵华战争是国家发动的，我服从命令啊，我服从我上面又司令又首相又天皇军人服从命令是第一责任吗？天皇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没错啊。第3个是向下推卸责任，那你说那些大屠杀暴行我不知道，那不是我干的，我那些下属瞒着我干的，我要知道这事就不会发生。那为什么这些战犯有这么多理由对此毫无内疚之心呢？因为如果他们有了内疚之心，他早就想着去补偿去忏悔了。那么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人来说，他必须找到某个办法某种理由让自己心里不内疚，这样呢，干这些伤天害理的暴行对他们来说就变得容易了。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内疚之心这人他是非常可怕的。当然咱们前面说内疚的好处，内疚呢也不是说是都是好处，
一点坏处没有。作为负面情绪呢，它也会被人利用，它也容易使自己陷入到悲观当中。你看咱举几例，首先一个内疚营销很见效，有很多聪明的商人呢，就利用你人这个会内疚的特点来搞内疚营销。什么叫内疚营销呢？比如说一个美女正在减肥，吃了1个星期减肥餐，那吃的比兔子都清淡。结果走到一家餐厅前呢，餐厅正在那播放广告，什么内容呢？说不要再伤害你的身体了，你身体需要营养，就如同鲜花需要雨露阳光，你也需要美食的滋养。一听这个，这美女觉得正减肥难受，说的太对了。你说我干嘛呢？我虐待我自己干嘛？这世界已经很残酷了，我对自己要温柔点，我太内疚了，我得补偿自己。吃，冲进去大吃一顿，吃完又内疚了。你说我这减肥我怎么没坚持住呢？就接着回去减肥，饿了一顿之后呢，又内疚了，我不能伤害身体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女人减肥总是反复，就是商家在利用她这个内疚之心，来来回回的琢磨。所以这第一个，内疚营销有时候很见效。第二个呢，家里人呢是很忌讳利用这内疚心理来说服对方的。一般在家庭当中，家人之间呢经常会利用对方的内疚之心。你比方说湖南卫视最近推出个真人秀节目叫《妻子的旅行》，这里边呢那个演员郭晓东，他的妻子程丽莎就抱怨说，我为了家庭，为了郭晓东啊，我做了全职家庭主妇，我放弃了自己事业，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自我了。我原来在舞台上啊，那都是女1号女2号，到现在到这个年纪了，想要重新找回事业太难了，你让我演大龙套，我不甘心呢。一边说一边流泪。那么在演播室里边看到这一幕的郭晓东啊，那很是内疚，觉得自个儿对不起老婆。那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这一幕也很常见。你比方说这妈妈对孩子说为了你呀，我几年都没买新衣服了，我好吃好穿的我都给你了，我牺牲这么多，我为啥呀？你说你还不听话。再比如说丈夫对妻子说，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不让我出去创业，让我陪着你，我现在能在单位这么受气吗？你还嫌弃我挣的少，那公务员稳定这话不是你说的吗？当然这些话呢往往非常奏效，一两句话就把对方嘴堵住了。但是如果你长期利用对方的内疚心理，久而久之啊，这就容易成为两个人关系之间的毒药。他总觉得他对不起你，时间长了人这个心态会发生变化，他总觉得他欠着你的，一见你的就矮3分。这说白了是平常的朋友关系还行，最多他躲着你而已，能还你人情还你人情。两口子天天朝夕相处，长辈晚辈天天在一块儿，时间长了一方觉得对对方啊很低，对不起对方，这绝对不是好事，这不是家人关系。家里头啊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所以这种内疚心理的利用容易使家里到最后啊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还有一点呢，得跟大伙说，负能量的内疚啊可以消除。就内疚呢是有良知的表现，但长期把责难呢施加于自身或者他人，容易被内疚压得喘不过气，就会让人精神崩溃。就是孩子要是总觉得因为我的存在，我妈过得不幸福了，为此感到内疚，就容易让他产生自我否定。要妻子总是觉得自己耽误了丈夫的事业，因此感到内疚，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怨恨。你看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就是因为内疚最终抑郁而死。当时呢是汉文帝时期，汉文帝最宠爱的儿子呢是他的4儿子梁怀王刘一。这个儿子非常聪明，而且还勇敢果断，汉文帝啊就有心把位子将来传给他。于是呢他找了贾谊，贾谊有学问呢，让贾谊呢做这个梁怀王的太傅。可是这梁怀王命不好，有一次骑马从马上掉下来了，没抢救过来死了。汉文帝为这事非常痛心。那么这件事呢，作为太傅的贾谊陷入深深内疚当中。他说你看呢，皇上这么信任我，把最宠爱的儿子送我这当学生，你看结果就这么没了。哎呀，你说我这怎么当的啊？没过多久呢，贾谊就觉得憋屈，抑郁而亡，当时才33岁。这后来司马迁呢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两个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呢把他俩并称为屈贾。所以你想屈原那个格调多高，贾谊呢就是因为这么事儿而抑郁而死。但是司马迁觉得呢这两个人都够窝囊，都够冤的。那好，那咱们讲的这个有关内疚这些事儿，咱接着给大伙说说。一旦呢你被内疚感笼罩之后，你应该怎么去缓解，怎么去摆脱这种情绪。首先呢你要学会自我优先，就是你得把自己的感受当回事儿，放到前面。在2017年的美国医学会杂志啊上面刊载这么一个故事，加拿大有个医生叫诺拉奈伦，他遇到一名来看病的50岁女性。
这名女士跟他说自己身体不适，经常恶心、呕吐、迷糊，甚至昏过去。大夫说那你需要做一个系统检查，确定什么病。但是这位女士说了，我不能耽误太长时间啊，我基本就1个小时时间，请你尽量减少治疗时间，并且得快点让我恢复，我可得等不了。奈伦医生就问，你怎么这么着急啊？这女士说呀，说我家里有2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我照顾，而且还有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在过去3年里呢，我家里头我失去了5个亲人，那所有的生活重担现在就靠我一个人担着，我不能生病，也不敢生病，就连出来看病他都觉得内疚，就家里人没照顾好呢，你说自己身体又跟着添麻烦，你这怎么弄？这奈伦医生听了这些原因之后啊，给他做了系统检查，发现呢，这个女士身体上啊没什么器质性病变，就说没什么实际的病。那么她这些不舒服症状是怎么来的呢？就来自她内心呢深处深深的内疚。就这种内疚让她整个身体啊都有点混乱。所以最终呢，奈伦医生的处方就是呢，说允许将你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先，就你先别考虑孩子跟老人，每天你至少有30分钟时间，你考虑自己想干啥，自己干什么舒服，就把自己的需求呢放在第一位。那自从按照这个处方做了之后呢，这位女士身体果然好了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大大减轻。所以我们说摆脱这种内疚心理呢，先要学会自我优先，就先考虑考虑自个儿。你这一点呢，我以前在说12生肖的时候说过，我说你看为什么戌狗亥猪这一对一起出现，这狗啊对主人绝对忠诚，为主人能牺牲命，这猪呢不管谁养的他才不管呢，闷着头吃，就顾自个儿。所以戌狗亥猪搁到一块说明什么问题？人呢既得像狗一样对得起别人，也得像猪一样对得起自个儿。你少了任何其中一个，你这人生都不完美。你对不起别人，你道德上有负罪；你对不起自个儿，你自个儿亏欠。所以这2个要很好的结合。如果说你内疚，你总觉得对不起别人，那好，那么你适当的要对得起自个儿，把自个儿需求放在前面，这就平衡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解决内疚感呢，让自己几乎要崩溃了，用这个方法自我优先。第二个呢，完整的复盘，适度补偿。就除了学会自我优先呢，第二个方法就是呢，完全的体验这种感受，就找一个不被外界打扰的时间，你闭上眼睛，完整的并且深入的去感受内心涌出来的内疚感，就你特别完整的想想这个内疚感是怎么回事，以第三方的角度来经历这个过程，全面复盘，就我为什么内疚，我到底做错什么了。那么这种感觉或许呢让你感到很受伤，但是有个好处，它却能缓解你心中的内疚，而且一下能找到内疚的原因。就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释放，是个舒缓。那么当你了解到让你产生内疚的原因之后呢，你就可以主动的补偿你的过失，补偿的过程完事了，那么你内心的内疚感、负罪感就会因此得到缓解。所以我们说内疚呢虽然是负面情绪，但是呢它有正能量的一面。如果你此时正因为某件事情陷入深深的内疚当中，我奉劝你别着急，或许这并不是坏事，了解自己为什么能内疚，从而呢更好的控制它。你把内疚感控制住了，其实就是控制住你的情绪。那么控制住你的情绪，你的生活可能各个方面就会平衡，就由此会走向一个美好的坦途。